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萌宠毛衣猫咪款的制作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件衣服分为身体、胸片、下摆、袖子、领子和装饰这几部分。先学习身体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往返绕圈钩织，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起针取出对应线材，小样用线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及纸质图解。开始打一个结。然后对照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小样针数随机。完成后将锁针对折，正面对着自己，锁针不要扭转。在第一针锁针外侧半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拉紧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一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，在下方引拔的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往左调锁针上方半针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，在开始的短针针目上引拔结束。第一圈就钩好了。我们将短针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身体的正面，这里为了方便钩织，从引拔入针位置这一针开始，往左输出一半的针数。在下一针上扣记号扣标记，没有记号扣可以用别针或回形针代替。接着钩第二圈，先立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算作一针长针，对应下方引拔入针位置的短针。这一圈需要在反面钩织，翻转织片，左侧钩一针长针减针，先调针目对应钩2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穿入左侧针目，注意反面时针目在左上方，不要钩到起立针对应的位置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。第一针完成，继续钩第二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。
长针减针完成。接着一一对应钩长针，一直钩到系腰扣前还剩2针。到了对应位置，钩一针长针减针，先对应钩2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减针完成，然后钩一针长针，转移系腰扣，再钩一针长针减针，继续对应钩长针，一直钩到结尾剩余2针。最后钩一针长针减针，然后在起立针上挑最上方锁针的2根线，并把结束。第2圈完成，接着钩第3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这一圈在正面钩至，翻面，在上一圈起立针上钩一针短针，然后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系腰扣注意对应转移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3圈完成，接着钩第4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挑针目一一对应钩长针，最后引拔结束。第4圈完成，身体后面的圈数就按照这几圈的钩法，短针圈在正面不加不减钩至，长针圈在反面对应钩长针，部分圈数在起立针及系腰扣标记位置2侧进行减针。大家钩针时注意标记好位置，减针位置不要钩错。大家对照图纸将身体对应的圈数钩完，钩完第8圈可以测量一下尺寸，与图纸给出的尺寸比对一下，如果相差较大，可以调整手松紧重新钩制，以免影响成品尺寸。接着学习胸片分为后胸片和前胸片，先在前胸片对应位置往返钩织，然后
分左右肩钩织。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，完成后在后胸片对应位置往返钩织，肩部同样分左右肩钩织。用到的线针法是长针、3针、并一针和中长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接着身体的线继续钩前胸片，想让这里针数与圈数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。开始需要渡线，打打线圈，将线团或织物从线圈里穿过，拉紧，这样线圈就变成了一根线。翻面，在反面钩前胸片第一行，对照图纸，左侧间隔对应的针数，想让这里针数随机，接线。注意渡线贴合织物，不要过紧或过松。然后钩2针锁针，左侧针目钩1针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长针，结尾钩1针长针减针。看一下左侧距离标记位置间隔的针数是否与图纸对应。第一行完成，继续钩第2行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挑针目对应钩短针，注意结尾2针锁针起立针上不钩织。第2行完成，接着钩第3行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对应边缘的短针，在左侧短针上钩1针长针，继续钩长针，结尾2针钩长针减针。第3行完成，后面按照第2到3行的钩法对照图解往下钩。钩织过程中还会遇到长针、3针、并一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钩法。在对应位置钩3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、3针、并一针完成。后面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下面我演示一下左右肩的钩法，对照图纸先钩左肩，开始钩对应式样的短针，完成后渡线，钩下一行，在对应位置接线，想让这里位置随机，立1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1针短针，继续对应钩1针中长针，对应式样的长针，结尾长针减针，
后面就按照这2行的钩法往返钩织，需要度线的位置度线，最后进行断线。然后钩织右键，领窝处间隔对应数量的针数，小样针数随机，在左侧接线，对应钩短针，钩完这一行，线头可以一起收一下。后面继续往返钩织，领窝位置注意度线，左侧继续减针，最后断线即可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，这样前胸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钩织后胸片，在反面这一侧接线，往返钩织，两侧在长针行减针，最后几行分左右肩分别钩织，方法与前胸片肩部类似，最后均断线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拼接肩部，在反面，同时穿入对应的肩部最后一行针目，钩织短针拼接，短针之间可以钩锁针间隔，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拼接，织片对应纹理美观即可。具体拼接方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以右前片为例，注意左右前片指实际穿着的左右，将右前片和后片正面相对，反面在外。可以从任意一侧开始拼接，将肩部重叠对齐。这个小样是后片，这个是右前片。我们从边缘这里开始，一直拼接到这个长针位置。后片这里就是这个长针位置。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接线。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2到3个锁针，我这里钩3个锁针，间隔一小段距离，同时穿入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继续钩一个短针。这个距离和锁针长度大致相同，确保钩完后织片不会缩起来，并且遇到度线，将度线包裹进去。拼接就是交替钩一个短针，2到3个锁针，将这条边拼接完成。
完成后断线。这样胸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下摆，在身体起针处逆时针绕圈钩织短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第一圈，这里可以在起针引拔位置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接线。另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，然后继续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一一对应钩短针，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，第一圈完成，继续钩第二圈，另一针锁针起立，调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，最后引拔结束，第二圈完成。后面的圈数就按照第二圈的钩法钩织。由于每个人手松紧不同，下摆的圈数仅供参考，大家可以钩到对应的尺寸，具体尺寸可以参考结构图。最后一圈结尾的引拔针可以不拉紧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最后收针的方法。拉大线圈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穿入缝针，从引拔入针位置左侧第2针针目穿入，再穿入线头所在的辫子及后方1根线，调整一下。这样收针，表面看不出引拔痕迹，纹理更美观。线头在反面顺着纹理收好。这样下摆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袖子共2个，都分成了袖身、袖衫和袖边，先钩织，然后与胸片、袖洞位置拼接起来。袖身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往返绕圈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起针，方法与身体起针相同，只是针数不同。小样已经提前切好了，针数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。先钩第一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对应引拔入针位置的锁针，再钩1针锁针间隔，下方跳过1针，调锁针上方半针钩1针长针，继续1针锁针，间隔1针钩1针长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最后1针锁针完成后，
在起立针上08结束，可以从下往上数，找到第3针锁针，08结束。第一圈完成，我们将第一圈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接着钩第2圈，第3针锁针起立，1针锁针间隔，翻面，挑长针对应钩长针，锁针对应钩锁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08结束。第2圈完成，后面就按照第2圈的方法往返绕圈钩织，每一圈都要翻面，长针上下对应。大家对照图纸钩完袖身部分，注意每个人手松紧不同，图纸圈数仅供参考，可以钩到袖身对应的长度，最后一圈在反面结束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袖身就讲解完了。袖身完成后，接着钩袖衫。第一行开始在正面渡线到对应位置，右侧留出腋下的位置，然后往返钩织，在两侧减针。钩织时需要渡线，方法与前片领窝处减针方法类似。大家对照图纸讲解完成，最后断线即可，这样袖衫就讲解完了。最后钩织袖边，在袖身起针处挑空出的锁针洞眼，入针对应钩短针，逆时针绕圈钩出对应的长度即可。方法与下摆钩法类似，只是第一圈入针位置不同。大家对照图纸讲解完成，这样袖边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将袖衫部分拼接到胸片袖洞位置，再反面拼接。使用两侧任意颜色的线进行拼接即可。方法与肩部拼接类似。拼接时注意腋下空出的位置对应，袖衫中间与肩部拼接位置对应，其余部分多找几个点固定，然后按照肩部的方法进行拼接，挑对应的边缘位置进行拼接，注意织片对应，纹理美观。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拼接。到这里，袖子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领子，在胸片领口位置逆时针绕圈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在胸片正面找到前胸片中间靠近中间的一针，接线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绕圈钩织短针，短针的入针位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只要短针均匀分布，织物平整美观，总针数为4的倍数即可。遇到渡线一起包裹进去。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
完成后淋巴结束，断线。第一圈完成，接着勾第二圈，在上一圈淋巴入针位置接线。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勾一针短针，间隔一针，在同一位置勾5针中长针。我们将其当做一个扇形花，后面就是间隔一针，交替钩织短针和扇形花。勾完这一圈，最后引拔收针。方法与下摆结尾收针方法相同。最后收好线头，这样领子就完成了。最后学习装饰，分为前后片装饰和袖边装饰。前后片装饰分为耳朵、眼睛、鼻头、腮红、脸侧斑纹、额头斑纹、尾巴及缝合组装。先学习耳朵，一共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往返钩织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具体起针处请参考图纸，然后钩第一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在倒数第5针锁针上挑上方半针钩长针，然后继续对应钩长针。最后2针钩一针长针减针。第一行完成。我们将第一行纹理模糊的这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也就是线头在右手边的这一面。接着钩第2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对应下方的长针减针，在左侧针目上钩一针长针，继续对应钩长针。最后2个长针上钩一针长针减针。结尾起立针上不需要钩织。第2行完成，后面的行数继续往返钩织，在两侧减针，起立针上均不钩织。结尾几行减针，注意对照图纸钩织，最后预留40米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耳朵钩织就全结完了。大家将另一个耳朵完成。接着学习眼睛，
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短针加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单环起针，接着钩第一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底针，然后在线圈里钩5针短针。完成后收一下线圈，拉紧，然后在开始的短针针目上拧拔结束。第一圈完成，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接着钩第二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下方拧拔的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针短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。短针加针完成，继续对应钩短针加针，钩完这一圈。最后拧拔结束，不拉紧。第二圈完成，下面预留50厘米线头断线收针。收针时也可以穿入引拔针入针位置左侧的第一个针目来收，保证织片平整美观即可。没有收完的线头可以剪断。长线头暂不处理，这样一只眼睛就钩好了，另一只眼睛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即可。接着学习鼻头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短针1针放3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起针即第一圈，钩法与眼睛对应位置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第二圈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左侧针目上钩针短针，注意不要钩到锁针对应的短针上。下一针钩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针短针。短针1针放3针完成，继续交替钩织这2针。最后一针短针完成后，拉线圈，预留40厘米线头断线。从左侧第2针锁针辫子下方进行收针。
没有收完的线头剪断。线头暂不处理，这样鼻头就勾好了。下面学习腮红，采用环形起针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。6闹的新针法是长针加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单环起针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算作一针长针，线圈里钩对应数样的长针。完成后收一下线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。第1圈完成，接着钩第2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对应下方的起立针，在引拔入针位置钩一针长针，完成一针特殊的长针加针。继续在左侧针目对应钩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针目钩2针长针。左侧针目有些变形，注意不要漏点。长针加针完成，继续对应钩长针加针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2圈完成，后面的第3圈继续对照图纸钩织，最后引拔不拉紧，预留40厘米线头收针。起针的线头顺着纹理收好即可，这样腮红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脸侧斑纹，一共6条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小样起针数随机，大家注意对照图纸起针，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，在倒数第3针上挑上方半针钩2针中长针，继续挑半针钩中长针，结尾针上钩6针中长针。到了另一侧，挑锁针上方半针对应钩中长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。开始的锁针上钩3针中长针，然后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。预留50厘米线头收针。
这样脸侧斑纹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额头斑纹，分为中间斑纹和两侧斑纹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返回钩织。这里我以中间斑纹为例，演示一下钩法。先锁针起针，完成后以3针锁针起立，对应起针结尾的锁针，在左侧锁针上方，了半针对应钩长针，继续钩织。最后一个锁针上钩6针长针。另一侧挑一根线对应钩长针。起立针对应的锁针上，这针不要漏掉。最后预留40米线头断线。这样中间斑纹就钩好了。两侧斑纹开始以2针锁针起立，然后对应钩中长针，结尾同样预留线头，大家对照图纸讲解完成。这样额头斑纹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尾巴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织方法与腮红类似。前2圈完成后，起针的线头在里面藏好，后面不加不减钩织时正面朝外。全部钩完后，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大家对照图解讲解完成。这样尾巴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将各部分缝合组装起来，耳朵正面朝上，缝合在前胸片两侧，尖端朝向两侧倾斜，两侧对称，侧边距离边缘大约2厘米。大家可以用系耳扣固定好位置。接着将额头斑纹侧边朝上放在领口位置，注意纹理清晰的正面朝上，中间斑纹在中间，两侧斑纹位置对称，中间间隔1厘米左右，上方与领子最后一圈相接。然后在身体前面居中位置放上鼻头，正面朝上，线头在上方，短针1针放3针位置对应两侧及下方位置，两侧对称摆放眼睛，注意中心在同一条直线上，眼睛反面朝上，眼睛两侧摆放腮红，腮红反面朝上，继续在两侧对称摆放脸侧条纹，正面朝上。居中位置对应腋下中间，条纹之间间隔1厘米左右。这里不同尺码装饰的位置有所不同，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及实际情况确定好位置就可以。最后在背面下摆居中位置，上方固定尾巴，起针处朝上并朝向一侧倾斜，
具体造型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确定即可。位置确定好后，用预留的线沿着织物边缘将装饰与下方织物缝合固定。遇到针目位置，挑针目对应缝合。起针处同样，侧边则挑边缘针法定缝。尾巴开口位置，缝合时注意同时穿入上下对应的针目进行缝合。侧边挑接近织片的线缝合即可，正面不要露出太明显的缝合痕迹。注意鼻头和眼睛缝完后，线头暂不处理，需要修直线条。最后还需要修上胡须。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缝合，装饰缝合美观就可以。具体缝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将对应的织片线头穿入缝针，摆放好位置。小样这里位置随机，沿着上方织片针目位置与下方织片定缝。可以稍微拉紧，尽量隐藏缝合痕迹。注意边缝边调整位置，防止缝歪。最后在反面打结藏线。这样两个织片定缝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装饰缝好后，下面我演示一下眼睛鼻头位置线条的绣制。鼻头最后将线从下方居中位置穿出，向下间隔3厘米左右入针，在反面打结藏线。然后将线用胶水与织物粘贴牢固，注意胶水不要涂抹太多，以免影响美观。接着绣制眼睛线条，在上下两侧绣出眼睛轮廓。这里眼睛在轮廓中的位置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即可。
然后在反面打结藏线。线条同样可以用胶水固定。这样眼睛线条就绣好了。最后在腮红及脸侧条纹中间绣制胡须，同样固定线条，将其粘贴牢固。当线条较长时，反面注意从织物中渡线，以免影响美观。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，前后片装饰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在肩部对应的袖边居中位置制作袖边装饰，包括耳朵、眼睛、鼻子、胡须和腮红。耳朵钩织时遇到新的针法长长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制作方法。先钩织耳朵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找到袖边对应的肩部居中位置，小样这里位置随机，在其右侧第7针上接线。先钩2针锁针，然后调针部对应钩1针长针，线头注意收一下，1针长长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长长针完成，继续再钩1针长长针，3针锁针，在下方同一位置钩1针引拔针，拉紧，断线。一只耳朵就钩好了，继续在左侧间隔7针的位置接线，钩3针锁针，同一位置钩1针长长针，继续调针目对应钩1针长长针，一针长针，2针锁针，一针引拔针，断线。线头均在反面收好，这样耳朵就钩好了。接着取出钩织眼睛的线，抽取一股穿入细针，小样这里用线随机。在耳朵中间倒数第4圈上绣一个倒三角，将内部填满。
下方向两侧绣出0.5厘米左右的线段。这样鼻子就绣好了。接着在两侧间隔1厘米左右竖向固定2颗珠子，可以从织物中渡线。可以多缝几次固定好。另一侧对称固定，大家将其完成。然后在下方两侧绣出弧须。另一侧对称绣制，最后在反面将所有线头打结收好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在眼睛下方两侧涂抹一点腮红。另一侧袖子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制作装饰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装饰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购置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速速解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